来，爷今儿心情好，给你普及普及慕容雪。爷，首先我们苗疆地大物博有4个分支，黑白青花，记住了吗？知识点。白苗呢就是擅长祭祀和公众，青苗呢就擅长草药和医疗，花苗呢擅长织造，他们都是我大夏朝可爱的子民。至于黑苗，那是苗疆败类，擅长蛊毒巫术，因为黑苗的歹毒和险恶，苗疆其他3支受其欺压多年。本朝陛下英明，登基之初便将苗疆白青花3支与黑苗隔离起来，更是将黑苗直接摧毁。他们在被灭亡之前，在苗疆地狱水中下毒，迫不得已，陛下命白青花3支搬离了苗疆地狱，所以目前的苗疆单独指黑苗。等我们将黑苗的势力彻底消灭，这苗疆还是好苗疆。就是我们苗疆好着呢。好不好的我们自己说了算，你一个外国人没有资格在这里说3道4的。我们可以说苗疆不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提起苗疆是指黑苗，但是你不可以。我大夏朝的子民哪怕是险恶如黑苗，也轮不到外国人指手画脚。没错，陆热。苏青，陆热，失败者。苏青，他能抚个额吗？慕容雪头顶1万匹羊驼奔腾而过，谁想知道你们苗疆到底有几个苗啊？桌上放了2根项链，1个耳坠，西秦领队一眼就看到那耳坠，顿时心跳一闪，伸手去拿。你家的，认了就好。西秦领队一脸铁青。王妃这是什么意思？看了看那耳坠，盯向苏青，目光不善。我在林子里被我朝起死回生的容嬷嬷和勾结逆贼的徽帮帮主袭击，他们2个已经被我了结了。不过他们死了？你很关心他们呀？我关心九王妃而已。多谢。看向北燕3皇子和南梁燕王，临死之前容嬷嬷告诉我，他是受北燕3皇子指使，欲要用巫蛊之术将我置于死地。北燕3皇子的脸骤然一沉，朝西秦领队看去，容嬷嬷是他带上山的呀，他怎么会是北燕3皇子派上去的？不对，是苏青故意这么说的。而徽帮帮主则说他是受您老人家吩咐才去暗杀我的。南梁燕王沉着脸，一派胡言，本王岂会做这等卑鄙龌龊之事？西秦的领队，你们可别中计啊！苏青他故意的，他故意离间咱们的。苏青瞥了西秦领队一眼，朝南梁燕王笑了笑，您也知道这事儿龌龊卑鄙啊，两位不陌生吧？项链分别是南梁慕容雪的贴身之物和北燕皇妃的贴身之物，因着2人皆是皇妃，所佩戴的物件皆有皇室特征。你要做什么？你们派人刺杀我，我总不能忍气吞声，毕竟不是我的风格。不过呢，我这个人大度，从来都会原谅那些莫名其妙要伤害我的人，只要价钱到位。你要勒索？没想到大夏朝的王妃，执掌千军万马的堂堂将军，竟然是如此卑鄙阴险之人，偷窃了我们王妃的物件来威胁我们讨要银票，真是可笑可耻。随您怎么说，您高兴就好，就像您派人刺杀我一样，您高兴就好。不过呢，我不高兴，这项链这耳坠，我既得了手，就能把它送到南梁、北燕、西秦最为下三滥的地方去。你苏青笑得自隐，哼，很生气是吗？当初我被刺杀的时候我也很生气呢，可现在我不气了，每样东西3万两，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还有我这个人，第1不讨价还价，第2耐心不好，第3杀人如麻，第4我们主子既是有本事拿到这些东西，就有本事拿到其他的东西。丫丫默默刨了刨自己脚下的草，没错，更重要的东西我们也拿到了。你说你遭遇袭击，你就遭遇袭击了，这话我们不信。信不信随你，还是那句话，你高兴就好，我只要银子。对了，我还有你们北燕的边防图呢，估计他们也想要，你们商议着，谁拿了银子谁去找我兑换，我就半天的等候时间，过期不候。丫丫的爪子里抓着一个东西，这是主子杖。苏青眼皮一抽，低头一看，燕王的私杖，丫丫做的。看向丫丫，自从上次在定国公府的假山处，苏青就怀疑丫丫可能是温远将军灵魂的附身，现在他这个想法越来越激烈。观礼台上，上次有个人欠了我们王妃钱，我们王妃直接把他脖子捏断了，他是个外国人。又一次有人拒绝和我们王妃交易，我们王妃一鞭子抽得他差点人成了2半，他是个外国人。我们王妃做事要么不做，要么做成，从来没失败过，尤其是对外国人。你说
这要是随便落到哪个混混的怀里，这王妃的名声脸面往哪搁啊？皇子的脸面往哪搁？哎呀，真是替你们担心啊！啊，对，还有就是我们王妃遭遇刺杀，居然都能带着2倍数的猎物第一个出来，还顺便给自己报个仇，真是厉害呀！我们王妃。感觉这次南梁来参赛，就是来给大夏朝九王妃送银子来的。慕容雪想绊倒苏青，没得逞，送银子。慕容雪给苏青下毒，得逞了，但是没有用，送银子。现在又得送银子。那个苏青遇刺，怎么会遇刺呢？这次比赛外围工作都是你们大夏朝做的，怎么会让歹人混入呢？我们王妃不是说了吗？是这2位派人去的。我看他分明就是想要钱，想疯了，自己想出噱头。哪有什么人袭击他？回帮帮主什么武功？容嬷嬷什么水平？2人若是联手袭击他，难道还能让他把人杀了？北岸3皇子目光赫赫，南梁燕王也目光赫赫。刑部尚书挑了挑眉，回帮帮主什么武功大家都知道，只是容嬷嬷是什么水平啊？我这个大夏朝的官员都不知道，你们居然很清楚。你们呢，还是商议一下赔偿的事吧。毕竟我们王妃说出来了，就一定要收到银子。我给你们个建议啊，谁的锅呀，让谁背。说完，刑部尚书转头走。观礼台上，那个不是西秦派出去的人吗？苏青怎么说是北燕和南梁呢？这不明摆着他在挑拨离间。为什么要挑拨离间？难道他已经知道咱们联盟了？要是知道了，他是怎么知道的？要是不知道，他没有挑拨离间的意义啊！哼，卑鄙无耻！你派出去的人临死居然使盆子扣到我们头上，这个钱北燕不会出。你们的意思让我独自承担9万两？不然呢？人是你派去的。他已经赔偿了苏青够多银子了。如果我派出去的人得手，那么受益的是所有人。凭什么失败了就让我一个人承担？不可能！西秦只出西秦的这一份，你们自己的那一份你们自己解决。如果西秦这么没有担当，北燕宁愿退出联盟。你西秦领队怒视过去，未必我们就要赔偿。如果苏青死了，什么威胁就都没了。除掉苏青，我们从来黑虎岭就想除掉苏青，甚至还联合了大夏朝塔塔尔那边，可似乎没有什么用呢。别弄巧成拙，到时候赔款更多。什么事总要尽最大努力才是。我是觉得万一不成功，激怒他了，到时候你们各国的王妃颜面都保不住，不如先给他银子，这样也能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这话不错，对付苏青匆忙促就的计划未必能成，还需要从长计议。好在尖子兵大赛还有些时日的赛程，我们还有机会，不如先给他银子。哼，至于这么畏惧他吗？我这不是看你们赔偿的多了，心有余悸。你行了，2位不要吵了，还未对付大夏朝，我们自己倒先乱了，这真是就中了苏青的计。还不是你的人办事不力。这事儿能怪我吗？人是大夏朝的齐王送来的，他十拿9稳，我只是负责把人带上山而已。哼，难道这赔偿的银子你要让齐王出吗？齐王出也不是不行，不过时间来不及。那个，你们赶紧拿个主意吧，苏青约定的时间快到了。你到底哪边的？他能说他是苏青那边的吗？内乡林子边上，刚刚在林子里，慕容雪怎么说你会苗疆邪术啊？他还说他慕容山庄天下第一呢，他的话你也信啊？原来你真的不会啊？你想让我会？这样你就能教我了呀。那是邪术。哎呀，坏人用那是邪术，好人用那就是保家卫国的武器嘛。你这都是跟谁学的？当真不会？这个其实可以会。等我会了一定交给你。哎，那说好了，你要是会了交给我啊。这都什么公主啊？我打算今天晚上刺杀南梁燕王。你冷静点儿。我很冷静啊，我都想好了怎么行动了。那这个是福星调配的那种药效霸道的药粉，只要撒出去，南梁燕王必定晕倒，到时候我就能为所欲为。苏青朝云霞翻了个白眼儿，你想刺杀燕王给和硕公主报仇，这个心思我理解。但是第一，燕王本身武功高强；第二，他周围明卫暗卫很多；第三，你压根儿没有机会接近他。我怎么就没机会了？我可以替你杀了他。我顾不起你，
你太贵了。给他1万个脑袋，他也想不到云霞会拿这句话来接他的话音儿。没事儿，我免费给你当杀手，谁让我是你大哥？咱们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有仇人我替你杀。不行，何硕是我姑姑，她的仇我要亲自报。要是你替我的话，我何必来参加比赛？我绑了他让你杀，这样行吗？你能把他绑了来吗？不信我？信。苍蝇搓手，嘿嘿，你啥时候动手啊？我现在就去磨刀。这就是传说中的物以类聚吗？你是一个公主，矜持点儿。哎呦，放心啦，我的匕首上扎了蝴蝶结的啦。说完，云霞高兴地离开了。苏青感觉自己在和一个神经病对话。大人，那些老百姓散了。散了啊，散了。咱们现在出发吗？为什么散了啊？好端端的怎么散了？听说在西市口有个朝阳大妈发现了一个人贩子，大家都奔那儿去了。杜之若这才松下一口气。你确定他们都走光了？门口没有把风的啊？哎，大人放心，小的都查看过了，没人盯梢，全都走了。夜色里，教念急速离开行馆。不远处，一个人影大松一口气，总算是走了。再不走，皇上得扒了他的皮。京兆尹摇摇头，反身朝皇宫奔去复命。出什么事了？怎么才来？把在京都被围的事言简意赅地说了一遍。齐王瞠目结舌。上次杜之若挑衅荣恒，杜之若就被万人游行。后来杜之若和定国公勾结绑架福星，杜之若和定国公一起被万人游行。听说那些大爷大妈还奋斗在抓人贩子的第一线。这位就是贵朝苗疆圣女。一进屋，杜之若就看到对面娉婷而立的姑娘。杜尚书果然名不虚传，今年才俊，仪表堂堂。圣女过奖，我们西秦陛下已经得知齐王之意，愿意出兵相助。不出意外，明日大概就能大军压制大夏朝边境，给予皇上压力。如此真是太好了。可惜齐王并无好消息送给你，苏青没死。没死？你不是派了徽帮帮主和那个会蛊术的嬷嬷亲自去的吗？苏青体内有一种叫做蛊王的圣物，它能控制容嬷嬷召唤出的王虫，反噬容嬷嬷和徽帮帮主。这个你们之前不知道？若是知道，也不会这样冒进。苏青这蛊术威力有多大？这个杜尚书大可放心，苏青只是体内有圣物，他并不会蛊虫。我要为西秦数万将士的性命负责。既然苏青没死，眼下齐王殿下可有什么控制他的法子？绝不能让他带着平阳军抵达西秦边境。苏青是个护犊子的性子，我抓了他的婢女。他的婢女？区区婢女？难道你想以此来威胁苏青？你不了解苏青，莫说我抓了他的婢女，只怕我抓了九王府的驴，他都会回来报仇的。更何况我们没得选，除了浮云还能抓谁？九皇子在大佛寺，难道要血洗大佛寺吗？王氏凭空失踪。行吧，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个浮云你打算如何利用？让他写一封亲笔信给苏青，引苏青从黑虎岭回来，然后我们再狙杀他。在黑虎岭，其他参赛国合力都没有除掉苏青，你有什么自信觉得引他回来就一定能除掉他呢？我们手里有浮云，只要将他引到绑了浮云的院子里，就算成功。到时候院子里我会藏满了火药，让他葬身火海。哼，听着倒是可以，只是这苏青一贯阴险狡诈，警惕性又高，他会来见浮云？不怕，我这里有个恨毒了苏青的人，到时候我留了他在院中折磨浮云，苏青必定会亲自进院子。是谁？苏阳，平阳侯府二房苏韵的儿子。哼，倒是个好安排。既是齐王殿下都已经安排好了，那就开始吧。让浮云写了信，连夜送到黑虎岭。好，杜尚书且和圣女先商议着后续之事，本王先去安排浮云。我和齐王殿下一起去，这种事殿下派人去做就是，何必亲力亲为呢？出了屋，苏青的人性子都有点邪乎，不亲自盯着点儿，本王怕他耍花样。事关重大，亲自看着放心。殿下实乃成大事者。浮云被锁在最后一排院子西侧的杂货房里。杜之若，齐王居然勾结了杜之若。杜之若和定国公勾结，羞辱九殿下在前，
绑架福星在后，简直该死。会写字吧，把这上面的字全抄一遍，一字不落。我害怕，我手抖的厉害。不必害怕，只是一封信，我不会要你的命，更不会伤害你。你写完了，我安排人给你送吃食。不是说我写完就能离开吗？你放心，让你离开，你一天没吃东西了，要离开也不差糊一顿饭的功夫，不是？更何况现在是夜里，也要等到白天天亮，不是？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真的让我走是吗？快写吧。这个字是什么？有点连笔，我认不出，我识的字不多。这不就是苏青的苏吗？齐王俯身的一瞬，浮云豁地拔出匕首，用他想象了无数遍最快的速度，匕首拔出握在手里，直刺齐王咽喉。齐王殿下小心！杜之若一声惊呼，抬脚一个飞踹，朝着浮云的肩膀踢过去。浮云顿时被杜之若一脚踢飞，重重落在一侧地上，砰的一声，荡起一片尘土。匕首划过齐王的衣袍，却没有刺破他的咽喉。秦爷爷，丫头能自己走吗？浮云点了点头，一咕噜爬起来。起来的时候有些头重脚轻，喉头发腥。这里不宜久留，我们快走。爷爷，这个人勾结齐王，又要对我们不利，我得杀了他。你说绑架了你的人是齐王和大皇子勾结，又要造反篡位，他们抓了我，就是想拿我威胁我家主子。爷爷，这些朝堂政事你估计也不懂，我杀了他，我们就走。杨汤馆老头惊得连连向后倒退。当年先帝爷假装驾崩，新帝登基，他记得齐王府不是被一把大火给烧了吗？他记得齐王不是死了吗？现在齐王没死。你确定那人是齐王？浮云正欲回头之际，原本躺在地上的杜之若猛地一个鲤鱼跃身，弹跳起来，鹰爪一样的手直扑浮云。丫头小心！杨汤馆老头手腕用力，将浮云一把扯开，自己身子一横，挡在浮云身边。秦爷爷已经和杜之若打了起来。浮云不懂武功，看不出高低之分，朝着杜之若的背心一刀扎下去。不知杜之若感受到来自后背的杀意，还是恰巧秦爷爷一巴掌打得他转头。总而言之，在浮云一刀刺下去的时候，杜之若猛地身子转过来，然后从高到低滑落下去。杜之若从高到低滑落，整张脸完美撞上了浮云的匕首，血流不止。动作间，外面有杂乱的脚步声。本王的意思也很明白，第一，你我是合作关系，并非依赖关系。没有了西秦，本王还能选择南梁和北燕。第二，本王的人没有那么容易失败，却失败了。本王认为责任在贵朝。杜之若是什么原因造成黑虎岭那边的意外？我会调查清楚。那你回去调查吧，调查清楚了，我们再议。西秦那边已经发兵了，按照原计划，我们应该最晚明日一早对京都动手。你让我现在先回去调查？圣女低着头不看他。没错，如果没有调查清楚，我们怎么相信你们是真的与我们一伙，而不是站在苏青一边呢？浮云是从你手上被劫走的，容嬷嬷和灰帮帮主是你的人，带上身死了的，我怀疑不是很正常吗？杜之若匪夷所思地盯着圣女。我故意放走浮云，故意放走他，我会在自己脸上留下这个。圣女一耸肩，没有作答。齐王也没有说话，他招谁惹谁了？他被人破了相了，还遭受怀疑。另外，如果我不是真心与你们合作，我只要将你们所在的位置告诉贵朝皇帝陛下，就算一切结束，我还何必要深更半夜出现在这里？何必要我西秦出兵？圣女低着头不说话，齐王继续不说话。今日浮云被劫走，的确是我技不如人，也实在是我没有料想到他们居然在西墙根挖了洞。另外，黑虎岭那边我会调查清楚，至于对京都动手的时间，浮云对苏青多重要，从这次浮云被劫走就看得出来。若是动手，必须要先除掉苏青，人是从杜尚书手里离开的，是不是也应该由杜尚书来解决一下？时间紧迫，再次绑架浮云根本不可能。既然浮云的作用只是威胁苏青，不如我们找人临摹浮云的笔记。一切有劳杜尚书了，若是可以，明日暮色之前，有劳杜尚书拿着浮云的亲笔信再来。内容我再让人给你准备一份。杜之若是怎么轻一脚重一脚离开齐王宅子的，一点记忆都没有了。为何那般对杜之若？因
变成了那样，殿下难道还觉得杜之若还有可用之处？他毕竟是西秦朝廷的顶梁柱。从前是，可这次大夏朝之行，京都百姓的那些行为，在他心里留下的印记实在太深了。他日后的行事，只怕要与以前大有不同。殿下欲要寻求新的合作伙伴，他不是最佳人选。杜之若是什么功夫，想必殿下清楚。什么人能从他手里将浮云救走？更何况他居然受了那么奇怪的伤，这就足以说明一点，他已经没有了临危不乱的本事。苏清麾下的确能人很多。殿下在前院救火之际，我派人去打听了京都那边的动静，无论是平阳侯府，还是九皇子府邸，甚至是平阳君，都是一派平静。甚至苏清留在九王府的薛天都没有离开府邸，这说明什么？齐王一怔，说明来救浮云的人不是苏清手下的。放眼京都，有能力又和苏清关系不错，还愿意冒死来救浮云的有几个？你的意思是荣恒？除了他，还能有谁？可你们那位九皇子常年暴病不说，现在好像还多了个孕吐的毛病，连他杜之若都打不过，还伤成那般。怎么会是荣恒？荣恒在大佛寺，不可能知道浮云被抓啊！殿下不记得了吗？绑架浮云的2个人，只回来了一个赶车的，那个动手的却没回来。当时车夫回来，只告诉齐王同伴被杀了。就在京都，这么高的功夫，还要这般努力的救浮云，除了那位怕妻的九殿下，没人了。既是如此，你为何还要让他去搞浮云的亲笔信？人嘛，总有剩余价值。那之后我们该如何？真要与南梁和北燕合作？这个不劳殿下费心，我已经派人去黑虎岭告知西秦领队，从今儿起，我们与西秦的一切来往由他负责。他？殿下是觉得他能力不足是吗？他能力不足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我们要的只是一个桥梁，一个传话筒，而不是一个企图凌驾于我们之上的。杜之若太聪明，他想要的也太多，用他是引狼入室，反被狼害。你不是说杜之若已经一夜大火，要不是烧了殿下的脑子，殿下怎么这么简单的道理也想不通？杜之若不能临危不乱，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可他的雄心还在，谋略还在，只要环境合适，他一样可以运筹帷幄。然而他的脸已经毁了，以杜之若的性子变成了这般，必定要走极端来满足他的雄心。你是说将来西秦出兵大夏朝，杜之若有可能会盘踞大夏朝不肯离开？他回西秦能得到什么？还不如借着西秦兵临大夏朝，顺势在大夏朝站稳脚跟，如此还能美名其曰为西秦开疆扩土。不会。为什么不会？你不要忘了，杜之若在西秦的地位，那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能受得了因为破相而退朝归乡，他能受得了至此闲云野鹤，他不能。但是西秦朝廷也不会用一个烈脸之人，所以杜之若没得选。我还是觉得你想多了，凭着西秦一国之力，根本无法吞下我大夏朝。但是他可以把大夏朝的一部分疆土划为西秦，然后占据为王，自封诸侯，如此西秦皇帝都无可奈何。殿下，我即使帮殿下，便会为殿下谋划到最好的。我们用杜之若，要换掉杜之若。呵呵，忙了一夜，你也歇着吧，我去看一看外面的情况。福星暴毙立在苏谦身后，瞪大眼睛看着面前3个人。主子，他们居然和好了。昨天晚上暴揍西秦使臣之后，他们经历了什么？床头打架床尾和，你说经历了什么？福星更加瞠目结舌了。 3个男人，他们又经历了什么？很明显，北燕3皇子不行。北燕3皇子怎么了？果然是不行，让人拍一下就腿软成这样，耻辱啊，耻辱啊！唉，这是王妃要的银子，每人3万两，一共9万两。王妃清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给你们的限定时间是昨天暮色之前。王妃何必得理不饶人？除了参加比赛，谁身上也没有带那么多现银子。话是这么个话，可我苏青难道不要脸吗？我昨天既是撂下了狠话，你们没有按照约定，你说我现在要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收了这银子，我手下的人怎么看我？这是1万两，算作给王妃的补偿，可以吗？我毕竟是个将军，还是王妃，不管我统管千军万马，还是我肚子里怀着皇嗣，这1万两都有点糟践人的意思吧？1万两还叫糟践人？有这么糟践的吗？大哥果然就是大哥，榜样有木有？暴毙！云霞立在苏倩的背后，用一种非常欠揍的表情一一扫过面前3个油腻的男人。这9万两是昨天暮色前的约定，你们即使没有按照约定时间送来银子，那是不是我们也能不立刻交还给你们
么耳坠项链啊。这种贴身的东西呢，真是多在我们手里一刻，就多一分丢了的危险呢。就是这个意思。王妃这是敲诈。昨儿我就告诉你了，我这叫抢。那东西在我手里，怎么做什么规矩都按照我说的来。昨天我说的那么明白，你们一个皇子一个王爷，一个怎么就听不明白呢？你们应该能明白，所以你们明白又不按照规矩吧，那就是不是我可以理解成你们在挑衅我？你们这是挑衅我，那我苏青也不是吓大的，我最爱接受挑战。苏青，我只是接受挑衅而已，你们逼我的。你们明知道我苏青不是那种任人欺负的人，却偏偏不按照我的规矩办事，你们说是不是你们逼我的？王妃呀，您怎么能委屈自己呢？按照约定，他们没有按时送来银子，您就该把之前的物件全都……王妃，您真是仁慈啊，是为了肚子里的小皇子攒福吧？攒福？难道不是敛财？王妃欲要如何？还是那句话，我这个人最好说话，又心地善良，只要价钱到位，什么都好说。再给我10万两，这件事一笔勾销，但是我立刻就要银子，这次没有约定时间，我立刻就要。10万两？你怎么这么会要？昨天齐王一共送来20万两银子，让他妥善安排。南梁、西秦、北燕各出3万两，就是9万两，还余11万两。现在苏青又要10万两，那他就只剩下1万两，他该高兴吗？苏青一顺不顺地盯着西秦领队，我立刻就要，你们可以商量一下，但是我只给你们1盏茶的时间商量。西秦领队正要开口，不要张口说那些无关紧要的，你没有多少时间了。西秦的领队，我可以出3万3千两，但是我立刻拿不出这么多，你们谁拿得出？我可以打欠条给你们。苏青第2次拿到那个簪子，并非只有皇室才能佩戴，不少富贵人家的女子也会佩戴，所以对北燕算不得什么正经威胁。我能出3万3千两，已经是我最大的诚意了。真是，为什么要解释？谁让你拿眼斜我？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怎么还能因为这种事情闹矛盾？因为利益组成的联盟虽然脆弱，但也不至于就脆弱到这种地步吧。我现在身上只有5000两，苏青要的太急，不然我可以让人去附近的票行去取。这是天意吗？我来出这个钱吧，你们也不必打欠条，全当是西秦对于我们联盟的诚意。对于此次联盟，我们的诚心日月可照，也希望我们日后的合作能一路顺畅。西秦领队转头朝苏青道：既然王妃如此要求，也是我们违约在前，这银子我们该出。苏青一脸笑容不动，笑得跟老佛爷似的。刑部尚书立在一侧，那是满心的敬畏。这场战役的军费基本算是凑齐了，再凑凑，说不定连战后休养的补给也给凑齐了，真是爽啊！按照比赛规则，一旦出了林子就不能再次折返，王妃出了林子却又折返回去偷窃其他的参赛队，算是违规了吧？是啊，我违规了，要不然我就不要参加比赛了。这一刻，南梁燕王恨不得扇自己2巴掌，是不是想抽你自己？江心月和何硕也很想抽你，就是不知道你们3个谁先动手。南梁燕王一把年纪，狠狠一个哆嗦，忍不住脚下一个踉跄，退后一步，惊愕地看着苏青。你猜是你先弄死我，还是我先弄死你？只要我活着，我就会弄死你。也许就在这一刻，就像你当时弄死江心月与何硕一样。南梁燕王猛地心跳一抽，身上爬满了冷汗，哈哈哈哈，害怕了。南梁燕王脸都绿了，这算什么？苏青放声肆意大笑之际，刑部尚书已经揣着19万两银票离开了。这么一大笔军费，他要立刻回京送到皇上面前。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发烧了？南梁燕王摇了摇头。公主，我和你说啊，有句老话说得好，人要是倒霉了，放屁都能砸到自己脚后跟。那得什么屁啊？嘿嘿，就刚刚那个屁。西蜀已经答应合作，一旦西秦对大夏朝大兵压境，他们便直咬西秦后方。兵部尚书摸着自己的下巴，一脸的老谋深算。其实臣觉得，一旦北燕被第一个攻破，那么继而从北燕对南梁和西秦发兵，再加上3个小国的配合，如此对南梁和西秦就是合围之势。这一点朕和苏青也商议过，可北燕实难第一个突破。一旦我们兵临北燕，按照他们目前的联盟情况，西秦和南梁必定要对我们抵达北燕的大军进行合围，而我们可以联盟的那3个小国却完全无法帮助我们。
臣记得王妃不是有边防图吗？一张边防图的确是可以捣毁北燕边防，可如果我军冲破北燕，那就更危险，就等着被他们三国包饺子吧。哎呀，那边防图岂不是起到的作用甚少？一旦西秦被破，驻军西秦再联合其他3个小国进攻北燕，就算是没有边防图也能做到。边防图还是有用，最起码可以在我们攻打北燕的时候阻止南梁来援助北燕。南梁被平阳侯拖着，生死一线，若是不救北燕，他也许就是下一个西秦。你说他救不救？只怕是要用尽全国兵力。陛下，那就南梁用尽全国之力啊！是啊，用尽全国之力去救北燕，这样南梁就空了。不错，如此平阳侯正好率军指导这件事情，我们再从头捋上一遍，看看有什么漏洞，绝不能有分毫闪失。陛下，刑部尚书大人求见。快传。陛下，这是19万两，是九王妃刚刚从丹国的领队手里弄来的。兵部尚书看到银票都惊呆了，苏青不是去参加比赛了吗？不错，加上之前苏青送回来的，以及我们从西秦杜之若他们那里拿到的，这次作战的军费算是七七八八的足了。兵部尚书第一次听说军费还能这么来，还用别人家的钱养自己家的兵去打别人家的地，这是带兵打仗上策。圣女那里没有什么最新动作吗？圣女的动作有没有？臣不知，只是昨天夜里齐王派人给西秦领队送来了20万两银子和一封信。兵部尚书，这叫齐王给西秦领队送来20万两吗？明明是给苏青送了19万两，给西秦领队送去1万两好吗？信是什么内容知道吗？昨日夜里九王妃进了趟林子，还没来得及去查看那信，称没有那个本事。福星试过，只是查清了银子的数量是20万两，至于信没看到。兵部尚书，九王妃果然是九王妃。皇上正要说话，忽然眼角余光，一眼看到兵部尚书的神色。她是朕的儿媳妇。我说啥了？您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我也没说她是我儿媳妇儿。可皇上都发话了。陛下教导有方。福公公，他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你回去告诉苏青，那封信有可能涉及到西秦和齐王之间沟通人的变更。昨天夜里杜之若破相了，被人从这里到这里通常给了一刀。杜之若他不是功夫很好吗？不知道什么情况，昨天夜里十里铺那边齐王的宅子失火，还发生了小规模的爆炸，当时杜之若也在那里。等火势熄灭，杜之若离开，这伤就在脸上了。陛下，杜之若在西秦的地位绝非旁人轻易可以撼动，如果齐王选择新的人代替杜之若，就不怕以齐王的性子，他即使选择了，那就不会给杜之若活着回西秦的可能。可齐王为何让杜之若活着离开十里铺？这就说明杜之若还有他的价值，齐王还能够动用他。你告诉苏青，莫让他轻举妄动，只等着朕的最后通知就是。至于杜之若这边，朕派人盯着呢。刑部尚书点头，一番回禀交代之后，三人就最初的战略计划一起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而被所有人惦记的杜之若此刻正坐在镜子面前，脑子里轰隆隆的笑声此起彼伏，惊天绝地，尖锐刺耳，好丑，太丑了。大人，这是奴才从平阳侯府弄来的浮云现在的笔记，奴才这实在找不到。第一，奴才找不到浮云；第二啊，这奴才无法潜入九王府啊。杜之若没有说话，接了那几张纸细细去看。徐伯琴是什么人？奴才问过，是浮云的未婚夫。不过此人后来变心，欲要娶大夏朝前礼部尚书的嫡女。后来在婚礼现场啊，因为一些案子被人当场揭穿，连累前礼部尚书一起被发配到边疆了。蠢货！查清楚是谁救了浮云吗？还没有。九王府那边实在是跟个铁桶似的，这密不透风。奴才甚至都没有查到浮云现在究竟还在不在九王府。杜之若眼底阴霾浮动，没有再开口。大人，朝廷那边来信了。信函的内容言简意赅，大致意思只有一个。杜之若接到这封信的时候，西秦大军已经抵达了大夏朝的边境。好，终于来了。大人，去十里铺，这个
你拿着交给齐王，交给他之后立刻回西秦。奴才没有通关文书啊，那大人您……我现在就去与我西秦大军会合。你送了东西，马不停蹄的来找我，记住，莫要再回京都。可我们还有人在平阳军营啊！不管了，那些人留给齐王他们用吧，来不及了。齐王若是问起，你只说我卧病在床，还在行馆。行馆外，不远处有人看到杜之若策马离开，转头直奔皇宫。御书房里，这一刻终于来了，去告诉苏青，让他立刻行动。皇上令下，前来报信儿之人转身离开。已经是夜色如水，繁星闪烁。黑狐岭，福星与云霞在一处篝火前烤着兔子吃。不远处，苏青与刑部尚书并肩而立。陛下的意思是暂时放弃之前制定的计划，改为率先进攻北燕，如此正好给了侯爷机会，让侯爷从南梁边境直插北燕腹部。荒谬！先不说战场换策是兵家大忌，你们就能确保南梁此刻在边境与我父亲纠缠的就是南梁全部的精锐兵力？再者，如果南梁不出兵呢，我岂不是要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这是打仗，不是过家家，想一出是一出。侯爷率领的平阳军马上都要攻下南梁10几座城池了，南梁怎么可能不是派出全部的精锐阻挡呢？打仗就是拿着人命去赌博，这种赌博我从来没有证据，全凭推测的主。我得对我的兄弟们负责，对他们的家人负责。这个计划，陛下和兵部尚书反反复复地推敲了许久啊！推敲再久也是凭空想象，毫无根据可言。他们得出的结果全部依靠一切变化按照他们预定的那样进行。可如果不是呢？我不冒这个险。进攻北燕如果顺利则罢，如果不顺利呢？我的兵没有起死回生的能力。更何况西秦和北燕地貌风情自然条件完全不同。自从上次决策下来，平阳军一直是按照西秦自然的地貌进行训练，如何能突然更改？不论如何，我不会更改之前制定好的作战策略。再有，这个策略宋熙也知道，如果我们临时更改，宋熙很被动。刑部尚书，宋姑娘只是个说客呀，战事如何与她无关。你回去告诉父皇，我不同意更改作战计划。您不同意？这……正说话，一个黑影闪身在苏青背后的密林之中。随着黑影闪现，几声布谷鸟的叫声按照之前皇上告诉他的节奏响起。苏青心头猛地一颤，蓦地回头，一双眼睛如同锋锐的鹰眼盯着黢黑的林子。刑部尚书疑惑地看向苏青，王妃怎么了？苏青没说话，他就要暴毙了。什么时辰？苏青对着那片漆黑的林子问道。天亮之前。林子里传出声音10成之后迅速转移，直奔虎头山，有人在那里等你。虎头山？之前约定好的不是在画皮岭吗？虎头山是去北燕的必经之路。立刻察觉了皇上的意思，苏青坚定道：我不去虎头山，第一仗我也不打北燕，原计划就好。然而苏青语落，林子里一片寂静，有秋风拂过树叶，却无人声再起。走了？我靠，我不打北燕啊！一脸茫然震惊的刑部尚书此时才后知后觉明白过来，刚刚那个人应该是来传皇上口信的。王妃今儿天亮之前佯作暴毙。王妃已经来不及了，您还是去虎头山吧，想来那边陛下已经安排好了。苏青愤愤一甩衣袖，简直胡闹！一把年纪了，瞎折腾什么？说完，苏青转头一屁股坐下。刑部尚书大不敬啊！拿个火把过来。王妃，这里叫落梅坡，落梅坡一共3道坡2道沟，让陛下派人在第2道沟处埋伏，只要攻弩手。你赶紧去吧，我也要去死了。丢下一句话，苏青抬脚朝外走。这边苏青才有动作，那边原本躺在吊床上睡的福星立刻就翻身起来，脚尖一个跳跃，飞身落到苏青身边。主子干嘛去？那边慕容雪从林子里出来了，我去看热闹。啊，小的也去。我也去。你从哪儿来的？我刚刚在那里解决个人问题。苏青一脸惆怅地走在前面，福星与云霞一脸耀武扬威、狗仗人势地走在后面，雄赳赳气昂昂直奔南梁营帐。老哥，你怎么过来了？
咱们去那边说话。那士兵敏锐地察觉了邢副将的不对劲。怎么了，老哥？出什么事了？如果你们王妃在比赛期间丧命了，你们会如何？我们王妃怎么了？我是说，如果你们的王妃在这次比赛中死了，会影响你们吗？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会被牵连吗？当然会，我们是签了军令状出来的。但凡王妃和燕王有分毫闪失，或者我们比赛成绩不尽人意，我们都是死刑。我能再看看你女儿的画像吗？大清早的，你为何突然找我来说这些？发生了什么？邢副将痛苦地转头。老哥，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倒是说呀，是不是你知道了什么？你告诉我呀，老哥，看在月月的份上。我们将军要杀了你们王妃。那士兵一脸匪夷所思，向后踉跄一步。怎么可能？你们虽然有些摩擦和不愉快，可不至于就要闹出人命啊！这可是比赛，一旦闹出人命，你们将军就不怕？我们将军那个人，你估计也听说过，做事阴狠毒辣，不留一点地。但凡惹怒他的人，他必定让对方付出10倍不止的代价。可你一定不想让你们将军被你们大夏朝的陛下处置吧？将军的决定，我能干涉什么？我也劝了，但那没用啊！劝了没用，那就阻止啊！只要没有到最后一刻，就有机会。你不想你们将军被律法处置，我不想我们王妃死了，连累我被处置。我们一起去阻止他。我是下属，如何阻止呢？将军的话只有服从。那你也不能不分是非对错啊！你们将军只是一时冲动上头，你作为副将，理应从旁劝阻，怎么能听之任之？你以为你这样是忠诚？你这样是害了他。等他被律法处决，你后悔都来不及。人冲动的时候，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等到冲动过了，必定后悔。你现在阻止他，等他冷静了，必定谢你。谢倒是不必，只是将军的决定，我从来都阻止不了。我来告诉你，就是让你想想办法，告诉你们王妃，让她注意着点儿。你孩子还小，不想让他没了爹。老哥，你犯糊涂，我不能由着你犯糊涂。等你们将军酿成大祸，你们这些跟着他来的人，一个也逃不过律法的处置。咱俩也算有缘一场，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找死。走，我和你一起去阻止你将军。将军会听我的吗？听不听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得阻止他。好，我听你的，阻止他。营帐里，慕容雪跪在地上，南凉燕王一巴掌扇在他脸上。士兵抽了抽眼角，他好像撞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会被灭口吧？不对呀，苏青呢？不是说苏青要冲过来杀慕容雪吗？人呢？王爷恕罪，卑职实在拦不住赵参将和这位大夏朝的将军。他什么都没看见，没看见啊？哦，我这个耳坠终于找到了，仿佛他刚刚跪在那儿是在找耳坠。王妃，属下有要事回禀，所以才莽撞了。属下不是故意的，属下实在是……说事情。就是他是大夏朝的副将，机缘巧合，与属下私下感情不错。你一个南凉的将士，怎么能和大夏朝的副将感情不错？邢副将，你继续，我看着呢，挺好的，真的。王爷恕罪，属下与邢副将单纯是个人私下的感情，不涉及两国任何事。就在方才，邢副将告诉属下，苏青欲要刺杀王妃。慕容雪一愣，就因为邢副将说苏青要刺杀他，就这么没头没脑的冲进来了。我以为苏青就在营帐里啊。我只是说我们将军想要杀了你们王妃，我也没说他现在就动手。士兵愕然地看向邢副将，又转头看看慕容雪和燕王，怎么感觉有种被坑的感觉？我若知道的不错的话，苏青待你不薄，你在平阳军地位很高，怎么背叛自己的上司？我不想他死，况且我也没有背叛我们将军。他在比赛期间刺杀他国王妃，我朝律法也会严惩他，这不算背叛。军人的天职是什么？服从。你不仅没有服从苏青的命令，反倒是将他的计划告诉他要刺杀的人，这不算是背叛吗？当然不算，我这是在救他，不愿意让他因为一时冲动而酿成大祸。我是军人，我是服从命令为天职，可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掉入深渊。我自己可以跳，但是我不能让我们的将军跳。他前脚出去，营帐里那士兵被慕容雪一脚踹翻在地，嘴里有鲜血吐出。到底什么情况？你亲眼看着苏青过来了？忍着五脏六腑的疼点头。刚刚苏青来了，来过，在100米外列
立了一会儿又走了。士兵，他怎么这么倒霉？营帐外，王爷，不好了，大夏朝的福星和我们10几个士兵打起来了。素清，你什么意思？我丢了东西，福星看到是他们拿的，我们没有。从林子出来之后，我们一直在那边休息，压根没有去过大夏朝的休息范围。胡说！我明明看见就是你们来偷我家主子的东西，做贼还想抵赖。要是没偷，为什么新区不让我搜？哈，凭什么让你搜？就凭我亲眼看到你们偷了我家主子的东西。你胡说！我就是看见了。够了！燕王朝苏青看过去，不知道王妃丢了什么手串。我来参加比赛前，我家酒店下送给我一个手串保平安。我南梁的人绝不会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王妃怕是看错了。看错是绝对不会看错的，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看错了。你要是真觉得你的人没有偷，敢让我搜吗？哼，说是搜不出来呢。悉听尊便，这么自信。将军，你冷静点。一句话把大家搞懵了。慕容雪却是被人从后面推了一把，直接扑向苏青。福星身子一横，将苏青撞开，一掌劈向慕容雪，巴掌直接落在慕容雪的脸上。做什么？光天化日之下行凶吗？我被人撞的呀！贵国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维持我们两朝的和平吗？偷了东西不承认也就罢了，还要当众行凶，未免也太嚣张了。我苏青从小到大不是被人吓大的。说着，苏青身子一跃，手里长鞭犹如游蛇，直扑燕王。燕王以为苏青要去揍慕容雪呢，在福星和慕容雪对战之际，燕王已经眼神示意自己的护卫去帮着慕容雪。猛不防的苏青一鞭子抽过来，燕王直接懵了，怎么打他了？10几年前，燕王杀了我朝和硕公主，如今怎么难道还要再杀我朝9王妃吗？南梁是要将我大夏朝赶尽杀绝吗？什么情况？和硕公主是被燕王杀的？怎么可能？我看有可能，两国联姻哪有真的伉俪情深？燕王被苏青一鞭子抽过之后，人在做天在看，天道有轮回，苍天饶过谁？和硕公主江心月，在天有灵，谁都不会放过你的。江心月是谁？听我说，江心月是苏青的祖母啊。对，是啊，什么江心月，不论月圆论月缺，这不是老侯爷的定情诗吗？江心月是苏青的祖母，不是前一阵子才在京都暴毙吗？和燕王什么关系？天哪！难道南梁战事被平阳侯压得紧，南梁那边就派人把平阳侯的母亲杀了，作为要挟？好卑鄙！有可能。南梁燕王的脸都绿了，邢副将立在燕王的背后，转头去看云霞公主。确定您要亲自动手？云霞笃定点头，突然趁所有人不注意，从背后一把捂住燕王的口鼻，动作快准狠。帕子浸湿是用了那种福星特调的药粉的水浸湿的。云霞前来参赛，带了足足一大包，大量的药粉一瞬间被燕王吸入鼻中。惊恐之下，燕王没来得及反应，人就昏了过去。云霞贴近燕王，可当前方的打斗场中，苏青被人一脚踢在地上，为了护住肚子，苏青硬生生用手支撑着地面。那一瞬，云霞心头一抽，不由自主的想要冲上去护住苏青。他一冲，就听得扑哧声音，匕首直接戳进了燕王的后背心。云霞他就这么给了燕王一刀，匕首抽出，云霞冲着燕王狠狠又是一刀戳进去。这是为了我姑母。拔出来，又是一刀戳进去。这是为了我那未出世的侄儿。燕王脸色急速看白，整个人已经奄奄一息，再加上药粉的作用，明明疼得死去活来，可就是神志不清。站在他们对面的西秦领队，在眼睁睁看着燕王被人戳了3刀之后，燕王遇刺了，不好了，燕王被刺了。这突然的一句转移了现场所有人的目光，大家齐齐看向燕王。战斗场上那些和苏青、福星生死一搏的南梁人蓦地收手，飞速回身。邢副将和云霞就在这一瞬闪开，所有人眼睁睁看到高大魁梧的燕王仰面倒地。砰的一声，云霞戳在他后背心那把刀没有拔出来，刚刚撞在地上，那把刀又被狠狠地向里一推。这次他怕是真的要死。王爷！紧跟着燕王那些护卫随从噼里啪啦也扑过去，南梁的大夫踉踉跄跄跑过去。不要摇，王爷，不要摇，不要摇！一路跑，
大夫一路声嘶力竭地喊，跪倒在燕王一侧，抱起燕王的上半身，又是摇晃又是哆嗦。王爷，你怎么样？你醒醒啊！是谁杀了你啊？王爷，放下燕王，放下王爷。然后将燕王放平。燕王，背后的刀好像又进去了点。怎么回事？王爷怎么受的伤？怎么流这么多血？快去身边给王爷喊上担架在哪里？快！燕王奄奄一息，大夫也慌乱了。北燕三皇子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背后好像有把刀没拔出来。是谁做的？说，是谁？大夫轻轻将燕王侧了侧身，露出他背心处那把匕首。我的天，这不是大夏朝公主的吗？是我的。你为什么要刺杀我们王爷？10几个人齐刷刷地冲向云霞，慕容雪伸手一把要去捏住云霞的脖子，然而苏青长鞭嗖地抽过来，鞭梢直接卷住慕容雪的胳膊。苏青用力一拽，慕容雪被拽到一侧，踉跄几步，险些摔倒。福星一个脚尖点地，将云霞原地带走，落到苏青的背后。南梁与大夏两方势力剑拔弩张，拿命来！福星抵抗他之际，怕虫子吗？慕容雪霎时间脸色煞白。那个和慕容雪一起目睹过徽帮帮主被虫子啃咬的连灰都不剩的南梁士兵，膝盖一软，扑通瘫在地上。太可怕了，那些虫子太可怕了！不要弄出虫子，不要！惊恐地给苏青磕头。什么虫子？我听说大夏朝的这位王妃会巫蛊之术。天哪，真的吗？大夏朝的皇帝不是最恨巫蛊的吗？燕王用杨紫缺威胁你，你和杨紫缺明明深爱，却要嫁给什么狗屁皇子来完成这场比赛？难道你心里不是比我更盼望燕王去死吗？他死了，对你百利无一害呀，你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和杨紫缺偷情了。我的天，这是什么情况？难道还给皇子戴了绿帽子？厉害了呀！刺杀燕王，还要造谣我南梁皇室，抹黑我慕容山庄，你居心何在？拿命来！眼看着慕容雪不冷静，苏青就放心了，朝着慕容雪跃身而起。怎么想逆风翻盘吗？做梦！慕容雪起身之际，南梁10几位护卫跟着拔剑刺来。混乱之际，云霞早已经没了踪影。方才暴毙看戏的大夏朝将士此刻也不再看戏，人人提剑参与战斗。邢副将死死护在苏青左右，唯恐他受伤。南梁护卫虽然武功高强，可是大夏朝这边也不差。至于南梁的同盟国，整整齐齐，没有一个出手相助。大家的目标非常一致，除掉苏青，似乎都在观望，都在等待。神仙打架，小鬼遭殃啊！咱们不动手则罢了，若是动手，只怕平阳君绝饶不了咱们。这个时候杀了一个苏青容易，等到大夏朝复仇的时候，我也不是说大夏朝一定有能力复仇，但是万一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呀！难呐！大家不动手，只观望的原则。不过，就在慕容雪一剑刺向苏青，苏青看无法躲开，快闪开！众人顺着他的方向看过去，快闪开！邢副将扑过去，用肩头狠狠将那人撞开，那人踉跄倒地，苏青下一瞬跌在地上，邢副将却是直奔那人。有事没？下一瞬，慕容雪的剑就刺向苏青。原本邢副将在苏青一侧，福星相信邢副将能好好的保护苏青，他没有冲过来。现在邢副将没有管就在身侧的苏青，却是奔向不远处的一个南梁士兵，眼睁睁看着苏青胸口被剑刺中，福星双目顿时血红。主子！如同发疯的猛兽，福星用尽全身力气朝苏青这边奔过来。整个现场倏然安静了，众人屏气凝神，看着倒地不起的苏青。天哪，一代战神苏青就这么死了？连慕容雪自己都震惊了，他杀了苏青，他居然杀了苏青！主子，大夫呢？大夫，给老子滚过来！福星一把抱起苏青，一路走一路吼，声音颤抖而凄怆。邢副将惊愕地立在那儿，满脸的回不过神儿。他下意识追上去，却被跟着追上去的另一个平阳君挥拳一拳打倒在地。滚！另外一个平阳君一脚踢向邢副将。滚！
所有人。你怎么看？燕王那伤势应该必死无疑了，之后南梁应该会再派人来与我们商议战事。真是世事无常，我们这些人里最盼着苏青死的就是燕王，现在也算是随了他的心了。苏青未必就真的能死，我亲眼看着的，慕容雪那柄剑刺入苏青，足有这么深。我没有什么证据，就是直觉，感觉苏青不会这么轻易就死了，这死的似乎太容易了。北燕三皇子沉默下来。镇国公想要苏青死，结果镇国公死了；太后想要苏青死，结果太后死了；定国公想要苏青死，结果定国公死了；还有云王前礼部尚书，无数人想要苏青死，最终那个人死了。北燕三皇子正思索，眼角余光瞥到悲痛的坐在一侧的邢副将，忽然觉得有些眼熟，脑子里不由自主地冒出一个蹦蹦跳跳撅着大红嘴朝他扑过来的大胖姑娘邢姑娘。不远处大夏朝的营帐里忽然爆出惊天动地的哭声，主子！将军！北燕三皇子与西秦领队齐齐顿足回头，福星冲到邢副将身前，挥舞着手中长鞭朝邢副将劈头盖脸，啪啪两鞭子落下，一脚将邢副将踹翻。平阳君，从此再无你这个人，给我滚！邢副将想解释什么，紧跟着福星出来的7、8个平阳军便拳打脚踢朝他招呼上去。苏日将军是怎么待你的？叛徒，不知好歹的东西，滚！一顿惨烈的拳脚之后，然后有2人将他拖走。滚出去，离我们远远的！将军他……将军2字，你不配提起。慕容雪，你给老子出来！休要胡作非为！大赛被你们搞成这个样子，我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不想给你们皇帝添更多的麻烦，就滚回去！不及那裁判雨落，福星脚尖点地，纵身一飞，朝那裁判一脚就飞踹过去。去你大爷的比赛！这一脚，裁判直接凌空飞起，又重重落下。是死是活不知，反正吐了好多血。营帐里，快点儿，再不转移，真的就耽误了。你们护着王爷出山，这里我来应付。慕容雪一出营帐，迎面就被福星一鞭子抽下来。你抽什么风？你家主子受伤，这个时候你应该带他去看病。你来找我有什么用？你杀了我，他的伤也好不了。主子没了，我让你偿命！方圆围观的人，人人都听得到。这么说，苏青真的没了。唉，是我想多了。这个福星一向是个愣头青，他能怒成这样，看来不假。是啊，以前苏青和人打架，这些平阳军是不上手的。还有那位邢副将，真是意想不到啊，他居然做出那种蠢事。我听说是因为南梁那个士兵的女儿和邢副将的女儿容貌颇像。是该夸慕容雪睿智呢，还是该说邢副将蠢笨？随你。我这么拼命做什么？就算是拼命，这么打下去也得被打死。我若是跑了呢？不阻拦他们了。只要回到南梁，有慕容山庄在，谁还能把我怎么样？慕容雪不再纠缠，转身逃离。大夫说苏青已经没了脉象，人都死了，他也要把杀了苏青的人剁成肉酱。那边名正言顺地进入大夏朝的京都。谨慎起见，我们还是等一等，看看京都那边的反应。你方才说的对，苏青死的太快，也许有诈。那我们在哪里等？现在也不比赛了，没有必要在黑虎岭吧？也不知道齐王为了这封信付出了多少。我看我还是需要亲自去见一次齐王。黑虎岭这边的事，实在不是1、2句话信里就能说明白的。也好，你我2人出发，这样目标也小一些。见了齐王，拟定了计划，再行下一步。如此甚好。黑虎岭这边，因着苏青的离世和南梁燕王的重伤，早就乱成一锅粥了。谁会在意有人离开？一张人皮面具，三鹤堂精心准备了许久，被大夫平平稳稳套在一具女尸上。女尸穿着苏青的衣裳，甚至胸口处的破洞都是吻合的。苏青穿着黑虎岭打杂将士的衣衫，离开黑虎岭的时候，刚刚日破重云。苏青的第一目标便是寻找邢副将。按照约定，邢副将被扔到一道沟里，他正在河边抓鱼，猛地听到响动，立刻身子一瘫，倒在河床上装死。苏青无力翻了个白眼，是我。邢副将抽了抽眼角，又活过来。将军，苏青扫了眼他脚边已经抓上来的2条肥鱼，道：吃完之后你直奔落梅坡，那里有弓弩手等着你，见到他们之后立刻带他们撤离落梅坡，伏击在西秦边境。是。福星打疼你了吧？还好扛得住。行，你吃吧，我走了。将军不来点
让老子生吃吗？你自己吃吧，火别点太大了。不走官道，从小路翻山，越过前面的高岭，翻过去就是湘北。顺着湘北一路朝西，约莫半个月，他就能抵达西秦边境。如此，如果平阳军出发和他抵达的时间差不多，一切就看皇上那边的调度了。在下只是路过，身上并无多少银钱。各位好汉若是看得起在下，这些全当是在下孝敬给各位的茶水钱。指了指地上的银票和玉佩，这是在下的全部财物了。各位好汉，笑纳。几个彪壮的山匪相互对视一眼。小子，耍什么花招呢？不敢，在下只是一个书生，因家中老母病逝，要赶回去侍奉，还请各位好汉体谅，许在下一个方便。那个山匪走到杜之若面前，杜之若指着那玉佩陪笑道：这个是在下在京都结识的一位贵人送的，应该能值些银子。退后。等杜之若退到安全距离，小子挺有钱呢。好汉玩笑了。在下哪有什么钱呢？都是京都朋友得知家母病重给的一点汤药费。这么说，是哥儿几个不地道，抢了你娘的汤药费了？好汉说笑了，不是抢，是在下心甘情愿的给的买路钱，心甘情愿。哥儿几个也送你点汤药费，拿去吧。杜之若，怎么瞧不起哥儿几个？不敢。大哥仁慈，在下恭敬不如从命，多谢好汉。放行。多谢好汉。就在他要翻身上马的一瞬，忽然耳边又有鞭炮声炸响，噼里啪啦，声音异常的大。你怕这声音？小时候家里响鞭炮被吓到过，留下的后遗症，让好汉见笑了。我这就走。杜之若翻身上马。等等，这个人好面熟，我记得前不久我去我二姑奶奶家送狍子肉，见过他。在下在京都时常和朋友出门游玩，许是有缘碰到过。家中老母病重不等人，感谢各位好汉仁慈，在下先行一步。他是西秦少帅，上次我去我二姑奶奶家，他正被京都的老百姓扒光了游行呢。这话一出，立刻惹得杜之若双腿忍不住再次夹紧，狠狠地抽了马一鞭子，烈马疾驰。眼看他跑这么快，一个西秦的尚书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法离开，还自称是书生探母？还有他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该不会是他偷了咱们什么要紧的东西吧？不过一炷香的功夫，杜之若被五花大绑了回来。大哥怎么办？国家兴亡，山匪有责，送回京都去。你都山匪了，国家兴亡关你屁事啊！你才是你们国家的毒瘤和蛀虫好吗？能不能端正姿态呀？果然有句话说的没错，不怕流氓耍流氓，就怕流氓有文化。好好一个山匪，为什么要有文化？为什么要懂这种狗屁的道理啊？你是不是觉得奇怪？我都是山匪了，怎么还这么有觉悟？杜之若的胸口一团火在燃烧。我这个人呢，有个毛病，就是别人越不痛快，我越痛快。都说人生在世，最重要的呢，就是开心。看你这么不开心，我的开心就加倍了。带走！你大爷的，你变态吗？这些山匪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现在又被捉回去了。这厢杜之若被扭送回京，那厢黑虎岭那边大夏朝的官员就近寻到了棺椁，将苏青入殓，抬回京都。京都御书房接手塔塔尔那边的兵马可还顺利？苏运忙躬身抱拳，非常顺利，陛下。朕有个事儿想和你商量一下。陛下吩咐。禁军统领今儿一早告假，他家老母病重了，要回去侍奉一阵子。可是眼看中秋在即，宫中设宴，这防卫不可放松。你看看你现在是否还有精力暂代禁军统领一职？苏运难以置信地抬头看皇上，眼下朕能用的也就是你了。你苏家满门忠烈，你兄长征战南梁，苏青又在黑虎岭比赛，目光灼灼地看着苏运，能做到吗？臣定不辱使命。忽然御书房的大门被人砰地撞开，一个小内侍跌跌撞撞奔了进来。陛下，不好了！惊慌之下，连礼法规矩都忘了，苍白着脸不住地颤抖，一进门整个人就跌倒。福公公大吃一惊，连忙斥责：混账东西，这是什么地方，由得你撒野？陛下，不好了，紫金将军没了！几步上前，福公公扬手在他脸上一巴掌打下。混账东西，
胡说什么？陛下，黑狐狸刚刚传来消息，紫金将军被南梁王妃刺杀身亡了。端在手里的茶盏啪的落下，茶盏扣翻在桌上，转了几圈。你说什么？九王妃被南梁王妃刺死。此时黑狐岭那边刑部尚书大人正带着九王妃的尸体回京。皇上噌的起身，尚未完全站起，人又砰的跌坐回椅子，昏迷不醒。陛下，快传御医！霎时间，御书房里乱作一团。苏韵被福公公请出了御书房，立在门口，脑子都还是懵的。苏青死了，他侄女儿苏青死了，九王妃苏青死了，真的死了，苏青她死了。你怎么来了？殿下，臣来给殿下送来喜报，苏青死了。你说什么？臣刚刚收到消息，苏青死了，就在今日凌晨。现在刑部尚书已经将他装入棺椁，扶灵回京了。这是真的？消息传来的时候，臣正在御书房。陛下得知此事，已经昏迷过去了。齐王，他盼星星盼月亮，想要弄死苏青。现在苏青死了，他该欣喜若狂，只是死的有点儿。真的确定苏青死了？千真万确。另外，禁军统领的母亲病重，禁军统领回去照顾了。陛下欲要让我暂时代替他掌管宫中的禁军。那你现在不待在宫中，出来做什么？这些话难道不能让人通传？臣这就回去，只是忍不住心头的喜悦，想要亲自的告诉殿下一声。如今本王能倚重的也唯有苏大人了。苏大人是本王的眼睛，本王的手脚，一切拜托苏大人了。殿下言重了，苏韵不才，能为殿下效力，是苏韵的福分。苏韵一走，齐王立刻招人上前，想办法和南梁留在平阳军中的那10个将士取得联系，问问他们平阳军中的动静如何。属下得令，转身离开。齐王捏了捏拳头，抬脚去了圣女屋里。殿下怎么有空来了？天儿不忙？来送给你一个好消息。什么消息？王妃殿下替我找到圣体了？差不多，苏青死了。什么？你不是和我一样盼着他早入黄泉吗？怎么这么大反应？你确定苏青死了？谁告诉你的？齐王便将方才苏韵来的事告诉了圣女。圣女脚下踉跄了半步，继而犹如没头苍蝇一般满地打转。这难道不是好事吗？你知道什么？一旦苏青真的死了，圣体在他的尸体里能存活不过12个时辰，就会被他的尸体传染，跟着一起死去。你们苗疆的玩意儿怎么这么多事儿啊？人家死关你什么事儿啊？这话齐王没有说出口，圣女却是咬牙切齿。谁允许苏青就这么死了？真是蠢货！如果苏青这么死了就算了，那我们还费尽心思的要活捉他做什么？你让我想办法活捉他，就是为了圣体？废话，让你的人立刻马上将苏青的尸体带来。不，救走浮云的人追查清楚了吗？虽然圣女推断是荣恒救走了浮云，可这件事还是查清楚的好。京都究竟还隐藏着什么苏青的势力？没有查清楚，但是可以肯定不是荣恒。不是，儿臣派人查了，那天夜里荣恒彻夜在作画，大佛寺的好些和尚都知道，这不是什么秘密。儿臣在京都的探子回禀说，那日浮云被抓，有老百姓撞见过，万庆岗有人打斗，是个年轻人和一个老头。据描述，那个年轻人就是咱们派去绑架福星的那个，但是老头无人认识。老头？儿臣已经让人去查有关这个老头的事了，但是事发点的附近居民都描述不出这个老头的具体容貌，只怕有些难办。浮云现在在哪儿？九王府吗？不在九王府。确定不在？确定。这一刻，齐王也坚信那夜的那场大火不是意外，是人为。苏青现在就这么不负责任的死了。而此时京都一隅一家生意并不怎么好的羊汤馆里，昏迷了几天的浮云终是随着一阵雨节颤抖睁开眼，才睁开眼就感觉到全身上下撕裂一般的疼。我这是死了？地狱长这样，怎么闻这股药味啊？不是说地狱里充满烈火，专门灼烧前往地狱的鬼魂吗？难道我不在地狱，在天堂？是了，我一定在天堂。我是主子的小丫鬟，一辈子行善积德的，肯定要去天堂了。可天堂不给发好吃的，怎么发药啊？怎么人死了还能感受到疼啊？又想起自己离开杂货房时杜之若被劈成2半的脸，哼，丑八怪！忍着疼，浮云挣扎地坐起来，才坐下来便想起一只碗在地上碎了个4分5裂。天堂的碗也这么不经摔？
抬头环视四周，这天堂怎么跟秦爷爷的羊汤馆长得一模一样？丫头，你醒了？我还活着？活着，丫头要好好的活着，长命百岁的活呀！难怪他觉得天堂这么让他失望，原来他没死，他该高兴。他必须立刻把自己见到齐王和杜之若这件事告诉薛天，然后再让薛天告诉主子。齐王居然就在十里铺让皇上将他们一网打尽。齐王那个王八蛋，杜之若那个王八蛋，苏阳那个王八蛋。丫头，你在做什么呀？秦爷，快送我回府里，我有要紧事。丫头，你哪里也不能去，伤得太重了。不行，我必须立刻回去，我要见薛总管。秦爷，我得回去，我有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儿比命还重要呀？就是关系到性命的事，关系到好多人命的事。秦爷，你快让我起来！夫人急得都要哭了。齐王与大皇子和杜之若勾结在一起，他们要做的肯定是谋逆的大事，更何况苏阳也在，这对主子万分不利。他必须马上把消息传递出去，不能让主子吃亏。不成，你这身子弱得厉害，莫说我不让你起来，纵使我让你起来，你连这道门都跨不出去，就得晕倒了。躺好了，听话。秦爷爷，你松开我，我真的要回去。天大的事，我若是不回去，我家主子怕是命都要没了。不止我家主子，怕是大夏朝就要变天了。秦老头眼底阴云浮动，他去救浮云是已经知道绑架浮云的人就是齐王与大皇子。齐王是先帝唯一仅存的血脉，当年那般先帝为了留齐王一命都不得不诈死。你有什么要紧的话告诉我，我去帮你传递，可好？浮云愣了愣，丫头，你还信不过我呀？秦爷爷，你去九王府找薛天，让他来这里见我吧。主子说过，涉及到机密的事儿，纵然再急也不能轻易托付给别人。成，那丫头你好生的躺着，我去找人，你莫要乱动，身子要紧啊。坐了一瞬，浮云又躺下，闭上眼。秦爷爷他到底是什么人？江湖大侠，军中悍将，思绪翻滚，坐起来又觉得有些气力不支，人怎么还不来？外面一声咔嚓的开锁声。秦爷，薛天呢？府里的人说他前2天就不在府里了，不知道去哪儿了。现在府里的管事叫刘毅，我没敢做主，所以就回来问问你。薛天不在，他去哪儿了？丫头呀，你那件事要紧吗？到底是什么呀？秦爷爷，不是我不告诉你，实在是事关重大，我怕连累你。那我还能帮你找谁呀？薛天不在，还能找谁？要不我去大佛寺告诉九殿下。他怎么把九殿下给忘了？主子也是有夫君的。秦爷，你带我去吧，雇一辆马车，我得亲自和九殿下说。秦爷，真的，这件事太重要了，我必须亲自去。行，那丫头你等着，我去雇一辆马车。殿下，压一压，这是奴才昨儿在山下村落里和怀孕的妇人求来的秘方，据说管用。迈腿进来的秦老头顿时眼角一抽，先帝的孙子九皇子殿下这是在孕吐？没记错的话，这是个男娃呀，怎么就孕吐了？抽着眼角，怎么也松不开。浮云倒是早就习惯了，几步奔过去。浮云，你怎么来了？殿下，出大事了，奴婢有事要回禀。荣恒正要说话，奈何胃里翻江倒海，话未出口，倒是哇的一声吐了出来。秦老头抖了抖嘴角，殿下这是病了。这是我秦爷爷，我的恩人，具体的一句两句说不清。殿下这样。长青又看了眼秦老头，朝浮云道：什么事儿？你只说就是，殿下吐着也能听。浮云点了点头，环顾左右。殿下，就在2天前，奴婢被大皇子和齐王绑架，他们现在就在十里铺，不知道密谋什么。二少爷也在那里，二少爷和他们是一伙的。长青震惊地看着浮云，你被人绑架？怎么被绑架的？薛天呢？我是在来福乡被绑架的，秦爷爷在那里开了一家羊汤馆，我去看望他，忽然被人劫持，是秦爷爷救了我。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齐王就在十里铺。殿下，快告诉陛下让人抓他呀！他们绑架我，想让我写一封信，拿我来威胁主子。我被救走，他们肯定不甘心，还会想别的办法来害主子的。荣恒吐得直不起腰，浮云的话让他心急如焚。别的不说，单单齐王欲图用浮云的笔记来威胁苏青，这一点就让他冒火。苏青什么性子他知道，莫说是浮云，纵是王府的一头驴被人绑架了，他没准都要杀回来。浮云虽然跑了，可是齐王若是找人临摹浮云的笔记，也不是没有可能。万一苏青中计了呢？好不容易胃里稍稍舒服一些，荣恒立刻起身走进宫。然而才一起身，胃里又翻腾起来。殿下这样能进宫吗？长青才要说什么，荣恒一把抓了长青的手，张嘴要说话，却是恶心的说不出，只把长青的手放在了自己的后脖颈子处。殿下都如此要求了，他只能满足他，收起掌落，一掌拍下去。
正吐得昏天黑地的荣恒顿时身子一软，栽倒在地。这都行？长青将荣恒扛在肩头，这是上策。才走没2步，这是怎么了？指了指长青肩头的荣恒，殿下吐的不行，只能如此进宫。亲老头，先帝这是造了什么孽？亲生儿子要造反，养子要被造反，孙子孕吐。我驾车很稳的，要不然还是我来驾车吧。殿下这个样子未必说得清楚。浮云，你一会儿跟着我们一起进宫。只是殿下在大佛寺的马车很是狭小，这样你还坐你来时的车。浮云点点头。皇宫御书房，被苏青的死讯刺激的昏迷过去的皇上已经苏醒过来。苏运从十里铺折返回来之后一直没有离开。6部尚书除了刑部尚书在福陵回京的路上，礼部尚书在陪宋熙去拜天的路上，剩余几个都来了，人人一脸震惊。苏运将大家的神情尽收眼底，越发的笃定苏青的确是死了。苏青被刺身亡，这眼下最要紧的就是安抚平阳军的军心。这件事情，诸位爱卿觉得谁最合适？几个尚书想都没想，齐刷刷看向苏运。还以为你多么与众不同呢，还不都是拜高踩低的东西。如今眼见我得圣宠，就如此高看我，早些年呢，诸位爱卿和朕想的一样，既然大家全部通过，那平阳军那边的军心安抚就交给苏大人了。苏运，他还什么都没说呢。朕知道苏青被刺身亡，你作为他的二叔，你这心中定然是悲痛万分。可大局为重啊，还望苏大人能够妥善安置好平阳军。一旁兵部尚书就道：眼下能安抚平阳军的也唯有苏大人了，一切拜托苏大人了。几个尚书跟着朝苏运一拜。苏运心头那种感觉简直不要太好，这才是受人尊敬的感觉呀。挺了挺脊背，苏运将心头自谦的话吞了回去。陛下放心，臣定不辱使命。朕相信你的能力，朕这里就不留你了，你快些去办吧。等安抚了平阳军，宫中禁军这里也要苏大人来协助一下。苏运只觉得自己脚底仿佛踩了五色祥云，离开御书房的时候都是腾云驾雾的，又要掌管塔塔尔的兵马，又要掌管宫中禁军，现在平阳军的安抚也归他。若是齐王没有和杜之若勾结成功，齐王胜算不大，那该多好。他的人生没有齐王也能平步青云。再一次的，苏运无比热烈的希望齐王突然暴毙，这样就什么波动都没有了，只有他荣耀的仕途。殿下来了，父皇在吗？殿下稍等，奴才这就去回禀。福公公进去的时候，几个尚书脸上挂着盈盈笑意。想不到啊，王妃居然用了这样的法子，既死得名正言顺，还拉了个燕王，实在是值了。兵部尚书点头。是啊，救王妃被南梁的慕容雪刺杀身亡，这样侯爷就有了绝对的理由对南梁大肆攻击。而燕王于南梁何其重要，燕王又是被云霞公主刺杀，这样南梁更是要举全国的兵力与侯爷作战。如此，我们就能伙同南梁背后的齐国，指导南梁国都，毫不费吹灰之力。兵部尚书眼底闪烁着喜悦的光芒，准确的说是兴奋的光芒。户部尚书捋着自个儿的胡子，更重要的一点是，这次作战啊，户部不必掏巨额的军费啊。每战争最肉疼的就是户部尚书。每一次拨出军费，户部尚书都觉得是在剜他的肉。这次好了，攻打南梁西秦于北燕，用他们自个儿送来的银子。做了这么多年的尚书，户部尚书第一次这么痛快。几人说说笑笑，皇上神色也轻松。苏运去平阳军安抚，也不知会不会顺利。皇上忍不住眉眼翻飞，那种得意劲儿别提有多贱了。几个尚书就用一种没有最贱只有更贱的表情翻飞自己的眉眼，然后齐齐地发出哈哈哈的笑声。只怕不会比杜之若好到哪儿去。杜之若可是被万人摸过屁股，苏运的屁股不敢想，超出想象太多了。放下宵夜，福公公急至皇上面前：陛下，九殿下来了，看上去十分火急的样子，不知出了什么事儿。皇上脸上奸笑一脸，蹙了蹙眉，让他进来。才语落，荣恒就推门进来。福公公这才看清，他身后还跟着一个夫人。一进御书房，看到几位尚书也在，荣恒心下微微诧异，难道是
出什么事儿了？怎么这个时候他们都在？父皇，儿臣收到准确消息，齐王此时就藏在十里铺，并且已经和西秦尚书杜之若勾结在了一起。荣恒的语气紧张急迫，几个尚书，这就尴尬了。众人齐齐低头，听皇上怎么哄骗他儿子吧。陛下，刑部尚书大人带着九王妃的灵柩回来了，一同回来的还有各国领队。立在地上的荣恒只觉得脑子嗡的一声，有什么炸了？他刚刚说什么？苏青的什么灵柩？心口狠狠一抽，荣恒只觉得天旋地转。浮云瞪大眼睛看着门口那个小内侍，身子一瘫，跌坐在地上，目露绝望。齐王果然得手了吗？我家主子。大喘几口气，浮云呼吸急促的哆嗦几下，眼前一黑，哇的吐出一口血，栽倒过去。浮云都晕倒，他怎么会听错？顾不上什么御前什么礼仪，荣恒2步冲到御书房门口，将那传话的内侍一把提起。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苏青怎么了？几个尚书齐齐的看向皇上，皇上默默的看着荣恒，这个反应非常到位。几个尚书，你是亲爹吗？荣恒提着那小内侍的衣领，小内侍几乎喘不上气儿，双脚凌空，胡乱的蹬着。你说苏青怎么了？九王妃遇刺身亡，被刑部尚书福临回京，已经进了城门了。平阳军副帅已经在城门口接应，很快就能抵达王府。荣恒只觉得捏着小内侍的手似乎失去了所有力气，小内侍啪嗒落下。荣恒转身看向皇上，父皇2个字里带着乞求的绝望。几个尚书听着纷纷垂头，太残忍了。皇上闭了闭眼没说话。荣恒仰头一声凄厉的咆哮，旋即疯狂的扑向龙案。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殿下，冷静点儿。荣恒一把推开福公公，捎带着连桌案上的夜宵也洒在地上。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苏青死了，他死了！巨大的愤怒在荣恒心头燃烧，看着地上洒出的银耳莲子羹，居然还吃得下夜宵！你的心是铁石做的吗？你放肆！你还是人吗？几个尚书啊，没听见，我啥都没听见。有没有地缝啊？急需在线等。这个逆子果然是有了媳妇忘了爹呀！媳妇一出事儿，连这种话也说得出来。这养的都是什么儿子？这五皇子化妆成乞丐去追宋熙去了，老九在这里不顾尊卑的跟我咆哮。皇上瞪着荣恒，恒儿。荣恒现在什么话都听不进去，脑子里嗡嗡的。荣恒转头又奔向那个小内侍，在哪个城口？正西城门。荣恒拔脚奔了出去。御书房外面传来长清一声惊慌失措的声音：“殿下，您去哪儿？”紧接着便是脚步声逐渐消失，御书房里又恢复到之前的安静，静的跟没人似的。再去准备夜宵，每人1份。从现在起，之后的每一时每一刻都有可能迎来一次硬仗。礼部尚书不在，苏青的葬礼谁来主持比较合适？兵部尚书道：“陛下，臣等觉得还是由九殿下自己主持最为合适。”皇上抬眼看着他，兵部尚书低了低头。虽然于九殿下而言有些残忍，但是这是最好的选择，所有人都能从九殿下这里得到最直接的反馈。九王妃是真的没了。还有其他的选择吗？没有，而且眼下王妃的亲人平阳侯和侯夫人都不在，唯有一个苏韵。可王妃是出阁之人，苏韵主持她的丧事不合适。工部尚书点头道：“再有，因为平阳军要暗中开播，也不能按照军中丧事礼仪去办，所以只能是九皇子走皇室礼仪，朝中再派一个礼部的侍郎过去帮衬。”户部尚书就道：“九皇子主持其实是最好的，这样府中也没有闲杂人，到时候为九王妃亡魂超度的大佛寺僧人还能如从前一样给予九殿下保护。如果让苏青的丧事在大佛寺举行，可是合适？”皇上看着几位尚书问道：“苏青亡故，平阳军开战，齐王发动夺位之战，皇上最担心的就是荣恒。老五已经化妆成乞丐走了，茫茫人海，齐王根本找不着他。如果齐王狗急跳墙，最有可能就是对荣恒下手，再加上苏青是诈死，一旦苏青死亡的骗局被人识破，齐王就更是会对荣恒下手，加以威胁苏青。如果丧事在大佛寺举行，那么恒儿也不必回王府，也不必主持事宜，一切就由大佛寺代理方丈全做了。兵部尚书沉默了一会儿道：“也不是没有办法，陛下，九王妃的丧事，臣以为可以在大佛寺举办，毕竟九王妃是大佛寺方丈亲自
子开光的法器。只要大佛寺的方丈发话，九王妃的丧事在那里举办，应该也是顺理成章，并不会引起任何怀疑。对哦，苏青是祥瑞呢，大佛寺亲自开光的祥瑞，在大佛寺办理后事，这不是理所应当吗？众人点头，皇上松下一口气。城门口，刑部尚书亲自扶灵，运送苏青的尸体回京。一路走来，刑部尚书的心情格外复杂，他不知道将如何面对九皇子，然而怕什么来什么。荣恒策马直抵棺椁前，不及勒停马，整个人就从马背上滚落下来，连滚带爬起身，直扑棺椁，全身都在颤抖。刑部尚书抬手，送灵的队伍停下，荣恒踉踉跄跄直扑棺椁，这里面装的是苏青，是苏青啊！心头像是被万箭射穿，荣恒张大嘴，喘不上气，身后是早已经整整齐齐站好的平阳君，一眼望不到头。平阳君一个副将站在荣恒的身后，与长青并肩，齐刷刷跪地。迎将军回城，迎将军回城。就在这时，四周的民舍稀稀拉拉的亮起灯，先是一家两家，再是一片两片，人人神色肃穆，眼底含着泪，单膝跪地，双拳举起。迎将军回家。苏世子怎么了？这话问出，回响在空旷的夜空，无人回答，却也不需回答。现场的气氛足已经说明一切。那些悲痛的平阳君，那哀痛的九皇子，反应快的百姓扑通跪下。有人带头，其他人跟着一起跪下。老百姓堆里并不整齐，但带着哽咽的哭腔声音陆续的响起，声音很大，与平阳君低沉的怒吼形成了两道交织的旋律。那些送灵回来的他国参赛队员都震惊了，知道苏青在大夏朝地位高，却从来不知道居然高到这种地步。看来弄死苏青真是太对了。这种喜悦与面前众人的哀痛形成鲜明的对比。刑部尚书扛不住这份巨大的悲痛，上前走到荣恒面前。殿下，节哀啊，还是让王妃快快回京的好。荣恒仿佛听不到，就那么杵在棺椁前，捏着拳在棺椁上砸了两下，眼泪滚烫，扑簌簌的落。转头看刑部尚书，你说这是苏青？殿下，保重身体要紧。我不信这里面是他，给我打开。这位皇子的愤怒令那些跟随而来的参赛队员无比的窃喜，他们也想进一步的确认苏青真的是死了。就凭苏青这种地位，这种影响力，他要是活着真的是太可怕了。殿下，死者为大，王妃被刺身亡已经是开棺。我说了，给我打开，我要看。我不信他就这么走了。刑部尚书看着荣恒，荣恒瞪着刑部尚书。平阳军副将上前朝刑部尚书抱拳：有劳大人，开棺。我平阳军数10万将士，也不信我们将军就这样没了。跪在地上一个大爷颤颤巍巍的起来，朝荣恒那边走去，看了棺椁一眼，又给刑部尚书大人跪下：大人，打开让我们看看吧，我们也不信我们苏世子就这么没了，他可是大佛寺的祥瑞啊！可惜南梁的参赛队员不在，否则他们就会发现这个大爷就是当初南梁使臣当街强抢民女的那个大爷。虽然南梁使臣不在，但是西秦使臣在。西秦几个官员一眼认出这个大爷就是当初冲进刑馆的那个大爷。怎么哪儿都有这个大爷？大爷，你的精力这么旺盛吗？从第1章到现在，西秦官员无声地翻了个白眼，心头吐槽了一句。刑部尚书为难地看着面前的九皇子，平阳军副将和百姓代表终是肩头一垮，吁出一口气，转身扬手。开棺！现场的人顿时屏气凝神，尤其是那些盼着苏青死的。沉重的棺椁盖子被人推开，露出里面的尸体。荣恒捏着拳头看过去，只一眼，荣恒收住的眼泪就又飙了出来，噼里啪啦地落在苏青的身体上。荣恒一侧，那个平阳军副将狠狠捏拳，在空中虚砸了一下，转过头去，赤红的眼底全是难过。一众单膝跪地的平阳军看着副将的神色，齐齐一颗心沉入谷底。跪在地上的百姓，有人开始啜泣，有人放声低哭，随着哭声弥漫，声音越来越大，甚至有人开始忍不住嚎啕大哭。这种哭声凄厉，
浸染了在场每个人的情绪。长青张嘴想安慰荣恒一句两句，可发现自己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脑子里一遍遍回放着他家王妃欺诈他家殿下的一幕一幕。那么彪悍的王妃，凡是与他作对都没有一个好下场的，现在人就那么躺在那里了。莫说他家殿下接受不了，就是他也接受不了。福星怕是……对了，福星呢？意识到半天没有看到福星，长青立刻环顾人群去寻找，找了一圈没有找到福星，甚至连云霞公主都没有找到。长青提了口气，朝刑部尚书道：“怎么不见云霞公主？”公主悲伤过度，昏迷不醒，送到附近的医馆了。王妃跟前的那个随从呢？福星？王妃死于慕容雪之手，福星朝南梁燕王和慕容雪追去了。长青一听这话，立刻急了。南梁慕容家的势力他是知道的，慕容雪的功夫他更是清楚。福星去追慕容雪，为苏青报仇，一颗心骤然提到嗓子眼。福星这哪里是去报仇，明明就是去送死，或者说是同归于尽。南梁燕王在哪里？殿下莫要冲动，眼下当紧的是要将王妃入土为安啊！殿下，恕草民无礼，王妃已故，什么报仇的事都不如先将王妃厚葬重要啊！荣恒捏着拳，一言不发。就算是现在，眼睁睁看着苏青就躺在这里，他还是无法相信那个彪悍的女人没了。仿佛这里躺着的只是一个和苏庆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却不是苏庆。这种想法就像带着粘性一样粘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可明明里面躺着的就是苏庆，荣恒只把这种挥之不去的情绪当作他本能的排斥苏庆的死讯。攥了攥拳，荣恒俯身去抱苏庆。刑部尚书吓了一跳，王妃脸上贴着人皮面具，要是殿下抱出来被人看穿了咋办？刑部尚书一把拉住荣恒：“殿下，你要做什么？回家的路，我陪他走。”手指触碰到里面冰冷的身体，荣恒的心都在颤抖。殿下，还是放下王妃吧，让她躺着吧。王妃是中箭身亡，抱着她走难免颠簸，王妃怕是难受。再者，王妃好面子，抱着她这么回去，她会难受吧？刑部尚书立刻点了点头，感激地看了这个大爷一眼。是啊，殿下。那些踏过的参赛者，苏青好面子，他们怎么听说苏青声名狼藉呢？我想陪陪自己媳妇最后一段路都不行吗？殿下，大局为重啊！正说话，不远处传来沙弥诵经的声音，声音越来越近。众人转头去看，就见大佛寺代理方丈带着24个沙弥，一路举着长明灯直奔过来。走近了，大佛寺代理方丈朝荣恒一声阿弥陀佛，行了个佛礼。苏青乃是我大佛寺的开光法器，祥瑞之物，如今升天，按照佛法应当送回寺院，由寺院普渡对天。阿弥。一听这话，刑部尚书大松了一口气，朝荣恒道：“殿下，尊重王妃吧。”荣恒怒目瞪着大佛寺代理方丈：“大师的意思是要把苏青带回大佛寺，按照寺院僧侣的入葬方式。”大佛寺代理方丈摇头打断荣恒：“殿下莫要激动，老衲只是要带王妃回去，替她诵完24部经文。王妃乃是皇室之人，自然是要按照皇室的礼仪入葬的。”长庆有些匪夷所思地看着荣恒，他家主子有多在乎他家王妃，他是知道的。在得知王妃死讯的那一瞬，天下分明如同一头发疯的猛兽一样。现在怎么倒能与人谈论王妃的入葬？这太奇怪了。按照他对他家殿下的了解，万分悲痛之下，他家殿下只想杀人才对，怎么会这样？狐疑地看着荣恒，长庆忽然想起刚刚刑部尚书说的那句话，云霞公主因悲痛过度被送到附近的医馆了，这怎么可能？一则随着这次比赛去黑虎岭的大夫都是军中精锐，外加太医院的老牌大夫，这些随着去的大夫全部回来了，那个意思就是留了云霞公主在医馆接受民间大夫治疗。越想长庆越觉得不对劲儿。还有邢副将呢？邢副将怎么也不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等等，这么多人都在为王妃扶灵回京，作为敌国必定都是心怀鬼胎，怎么不见北燕三皇子和西秦领队？人呢？
还有，他们不是派了暗卫暗中保护王妃吗？怎么那些暗卫什么消息都没有传回？按理说，刑部尚书茯苓回京速度并不会十分的快，就算再快，也不会快过那些暗卫。为什么刑部尚书都回来了，暗卫却没有回来呢？到底发生了什么？长青脑子嗖嗖地转着，不经意间与荣恒有个目光对视，仅仅一瞬，长青就在荣恒充满悲痛的眼底察觉到什么异样。不对，这不是他家殿下该有的悲痛的样子。他家殿下痛苦是什么样子，他太清楚了。他家殿下现在这个样子，像是在演戏。演戏，脑子里冒出这个结论，长青自己吓了一跳。王妃尸体就躺在棺材里，眼睁睁看得清楚，他居然觉得他家殿下是在演戏。王妃要是诈尸的话，也一定会起来捏死他吧。长青凌乱了，他到底在想些什么？怎么脑子里控制不住的冒出这种奇怪的想法？可他控制不住的想。而此时，平阳军副将朝大佛寺代理方丈道：“大师前来接将军，可是有陛下圣旨？我们是奉旨前来迎接将军回京。”大佛寺代理方丈朝平阳军副将双手合一，行了个佛礼。将军过目，老衲接王妃回大理寺是经过陛下允许的。平阳军副将迟疑一瞬，接过圣旨，抖开看了。圣旨上面写得很明白，让他护送苏青的棺椁直抵大佛寺。这圣旨是发给大佛寺的，却是给他看着的。末将遵旨。荣恒握着拳头，面色发青，横在棺椁前。本王不会让任何人把苏青带走，本王要带她回家。大佛寺代理方丈一脸慈悲为怀。王妃遇难，老衲也是悲痛万分啊，但请殿下莫要太过于感情用事，送王妃回大佛寺才是。本王不会同意。青儿，我带你回去。殿下，我们将军生是赤胆忠心，英武无敌，死亦不会背叛陛下，背叛大夏朝。陛下圣旨在此，令将军棺椁送大佛寺，末将不敢抗旨不遵，想必将军也不愿。滚！殿下三思，末将既是领命于此，绝不会违背圣意，还请殿下尊重将军，末将得罪了。一句告罪，副将转身将苏青再次放入棺椁。众目睽睽之下，荣恒弯腰吐得上气不接下气。荣恒孕吐，满京都的人都知道，老百姓同情地看着这位皇子，真是倒霉透顶的皇子。早些年中毒病得要死不活，好容易娶了苏世子，沾染了人家的福气与阳气，这身子骨好一点，现在又添了一个孕吐的毛病。棺椁穿过鼓楼大街，直奔正前方的城门，出城朝着大佛寺而去。清晨的曦光照射大地，这时人们才看清，整整一条鼓楼大街全部都是平阳军。随着棺椁前行，所有平阳军单膝跪地，低声悲鸣，老百姓跟在平阳军的身后哭天抹泪。城门下，荣恒吐得天昏地暗，气力不支，昏厥过去。长青心情复杂地扛着荣恒回府。太奇怪了，他家殿下日出而吐，日落而息不假，可是这日出而吐也得等太阳真的出来才吐，并不是太阳刚刚露出个光亮就要吐啊。他伺候殿下这么久，哪天吐这么早了？不对，一定不对，整件事情哪儿都不对。等长青扛着荣恒回到府邸，才把荣恒放到床榻上。原本昏迷的荣恒就倏地睁眼。奴才就知道您是装的，殿下到底怎么回事？荣恒胃里还在翻滚，却是强打起精神坐起来。那个不是苏青。他起身在地上来回踱步。殿下怎么知道那个不是王妃？奴才也觉得奇怪，太奇怪了。起初我也不确定，所以我抱了她。合着您抱王妃是为了检查那个是不是王妃？也是，佛心胳膊上就有一片胎记，说不定王妃也有。她的体重远不及苏青重啊！苏青看着纤瘦，可肌肉紧实，浑身上下每处都是结结实实的分量，而我抱的那个人就只是纤瘦而已，而且抱在手里手感不一样。长青，再有，苏青若真是没了，她腹中胎儿也该跟着没了，那我这孕吐也就该停止。话没说完，荣恒猛地停下。糟了，刚刚只顾着借着孕吐将苏青交出去，忘记他这孕吐与苏青是一体的。他能凭借孕吐直接的推测出苏青一定还活着，那别人呢？别人也一定能。
苏青不会莫名其妙的诈死，他一定有他的安排。可现在这个安排似乎被他自以为是和自作聪明搞得有点漏洞了，怎么办？殿下，不管那个是不是王妃，刑部尚书大人福临回来，一口咬定那个就是王妃，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大佛寺啊？怎么去？我现在吐得这么厉害，别人看到我一定会想，为什么苏青都死了，我还在吐？殿下，那您也不能不去呀，不去更让人觉得有问题。还有，殿下，您真的确定那个不是王妃，是吗？我肯定不是她。两人正说话，外面下人忽然来通传，殿下，北燕三皇子求见。荣恒的心头顿时咯噔一声，刚刚人群里不见他，现在他怎么来了？把人带到会客厅。殿下，您这样子怎么见？见了还不被人家一眼看穿呢？你只管去吩咐。荣恒吐了约莫2盏茶的功夫，荣恒举着坛子朝自己头顶灌了下来，一坛子酒灌完，又拿了一坛子。厨房里的厨娘都惊呆了，我的个天，他在殿下这是疯了吗？殿下，您保重身体啊！王妃在天之灵，也不想看到您这个样子。王妃护短，您这样，王妃就是走也走不安心呐。既然苏青诈死瞒过了所有人，那她的表现就应该在所有人面前都是逼真的。死女，问都不问本王一声就死了，谁允许她死？谁给她胆子让她死的？本王都没有同意。酒气冲天，荣恒嘶吼咆哮，一坛子酒又从头顶灌了下来。他仰面而立，那酒看似进了他的嘴，实则基本就等于洗了个站着的酒浴。厨娘睁大眼看着荣恒，殿下这话说的怎么那么耳熟？殿下，王妃的性子你还不知道吗？您要是真心疼王妃，就对自己好点吧。王妃护短，她跟前。他要是真的护短，他就回来揍我。这我不爱惜自己，就是不爱惜自己。他回来了！说完，荣恒怒气冲冲、酒气冲天地冲了出去。厨娘扶着门框，看着荣恒东倒西歪的身影，这个家怕是要完了。肃清亡故的消息已经正式官宣，组织府中下人布置灵堂，撤换灯笼，和树上和廊下都挂满了白帆。巨大的声音伴随着荣恒丝毫不顾及形象的狂吐，长青眼角一抽，震惊在当地，眼睁睁看着荣恒跌跌撞撞，一面吐着，一面从他面前经过，直奔会客厅。然后长青用一种莫大的同情看向了客厅里的北燕三皇子，造孽呀！瞧着荣恒进来，北燕三皇子嘴角扯了个笑，搁下茶盏。九殿下之事，杀了苏青还敢来我面前，扑上去劈头盖脸朝着北燕三皇子就是挥拳。北燕三皇子直接懵了，条件反射的闪身躲开荣恒这一拳。荣恒醉得厉害，拳头挥出去的准度没有那么精确，被北燕三皇子这么一躲，人直接撞到椅子上。北燕三皇子立在荣恒背后，一抖一跑，冷脸道：本王好心来安慰九殿下，九殿下何故如此？安慰？去你大爷的安慰！老子用不着你。胃里一阵翻腾，仿佛有惊涛骇浪从胃里直接扑上来。荣恒说着话，忽的一张嘴，一股秽物直接喷了出来。北燕三皇子近在咫尺，秽物喷射非常有后劲儿。长青忍不住无言，北燕三皇子整个人石化在那儿。刚刚发生了啥？荣恒吐出的秽物几乎尽数落在北燕三皇子的脸上。北燕三皇子被吐懵在那里，一时间臭的是手足无措。可荣恒他还醉着呢，哪管那么多，朝着北燕三皇子再次冲了上去。杀气之狠，我若不报，誓不为人。带着酒气和嘴里的呕吐之气，荣恒靠近北燕三皇子。北燕三皇子下意识躲开，长青抬脚就将身边的椅子踢了过去，恰好落在北燕三皇子的背后。北燕三皇子向后倒退一步，咣当摔倒。下一瞬，荣恒就犹如飞虎扑食一样，整个人骑在北燕三皇子身上。让你杀苏青，我让你杀苏青！一边怒吼，一边恶心，一边吐，吐得光明正大，毫不遮掩，哗哗的全朝北燕三皇子流去。北燕三皇子全拿脚踢他人了，可这一个邢姑娘就足够让他午夜梦回，冷汗连连了。
现在又整这么一出。北燕三皇子的随从震惊地望着眼前的一幕，一切发生的不过是电光火石，眨眼一瞬，两个皇子就这么不顾体面的，就准确的说就是大夏朝的皇子就这么不顾体面的骑到他家皇子身上，他家皇子就没了体面。怎么要在我们府里打架吗？我们王妃刚刚没了，府里的平阳君正不知道找谁发泄呢。这是威胁？没错，威胁。北燕三皇子不及力问，荣恒就一把抱住他的腿。喝醉的人，酩酊大醉的人，站都站不稳，更不要说什么打架的章法，就是胡乱的挥拳踢腿。荣恒抱住北燕三皇子的腿，拼命用力的附紧，张嘴朝着北燕三皇子的大腿咬去，犹如一条疯狗。殿下，您能体面点吗？太恶心了，悲痛过度失心疯了。一口咬下，惨叫还未出喉，北燕三皇子又猛地闭嘴，这惨叫又被闷了回去。一同闷回去的还有嘴边呼着的秽物。哎呀，北燕三皇子死的心都有了，他要再张嘴把这吐出去吗？哎呀，可张嘴就意味着更多的秽物流进来。哎呀，不张嘴吗？那嘴里这口怎么办？哎呀，北燕三皇子朝着荣恒的后背用胳膊肘狠狠撞去，荣恒吃他一击，疼得松手。北燕三皇子趁机忙闪了一侧，他的两个随从立刻将北燕三皇子护在身后。荣恒跌跌撞撞从地上爬起，恶心的吐了2口，朝长青岛：“给我条弓弩手，把他们给我弄死！”北燕三皇子，他就是听了齐王的话来检查荣恒到底有没有在孕吐。他不想死呀，不想死就得张嘴。狠狠攥了攥拳，给了自己12分的勇气。北燕三皇子一抬手，用衣袖擦了一把脸上：“荣恒，你听好了，你若此时射杀本王，势必引起……”饶是如此，张嘴说话之际，头发上还是有秽物滴落下来。哟，真够恶心的。北燕三皇子都快崩溃了，这到底是造的什么孽？吃你大爷的两国和平！老子不在乎，苏秦都没了，老子抱着两国和平干嘛？老子跟和平生儿子吗？北燕三皇子怎么荣恒说话跟苏倩一个味儿？说话的功夫，长青已经掉了弓弩手，齐刷刷的箭头在院子里直直瞄准屋里。荣恒看了北燕三皇子一眼，转头朝外走，走的是七倒八歪，而外面的弓弩手人人一脸愤怒。北燕三皇子彻底的慌了，苏青一死，荣恒该不会被刺激的失心疯了吧？